在佛怒火莲与风之极落日耀的猛烈对碰下，萧炎赢得了3年之约的胜利。早已释然的萧炎救下因失败而想要自尽的纳兰嫣然，结束了2人之间的所有纠葛。就当在场所有人认为这场比试就此结束时，云灵突然发声，派出云岚宗3名斗王长老，准备强势将萧炎留于此地。海波东，他怎么出手了？看来萧炎对海波东的诱惑很大呀，甚至大到能够让他甘愿出手阻拦云岚宗的地步。这个小家伙真是让我越来越好奇了。海波东啊，冰皇海波东，你竟然还活着！没事吧？你要再不出手，那就该有事了。护着你和3个斗王缠斗，会有些麻烦。别和他们应战，只要能够离开这里就行。云岚宗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幸好云韵不在此处，不然想要让你离开，就彻底没有办法了。那就拜托海老了。海波东，当年一别，没想到今日还能见面，真是让人意外呀。云林，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成了云岚宗的首席大长老。当年的你，似乎不过是刚进入云岚宗的长老院而已。叙旧的话，还是日后再说。此事事关我云岚宗声誉，海波东，还望你不要随性出手，免得损了云岚宗与米特尔家族之间的关系。抱歉了，因为一些缘故，今日我必须保全萧炎。如果你能看在我的薄面上让他离去，日后我海波东不会忘记你这份人情。你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莫成作为我云岚宗之人，这些年对宗内的贡献也是所有人有目共睹。这种功臣若是死得这般不明不白，日后我云岚宗该如何服众？云岚宗执事听令，接云岚务阵。跟紧我，云雷，你们3人拦住他。好硬的龟壳。海老，
东为何保你？只要将你拿下，想必他也不敢真做出什么事。向走！烦人的家伙！看来要结束了。云岚宗几个长老的融合斗技很是麻烦，海波东就一个人，难以将萧炎从云岚宗带走啊。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救你！不对，有东西。老师，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条尾巴。又是一种从未露面的底牌，这小子难道真是杀死莫城的强者？小家伙，你醒了。竟然还藏着这手！小家伙，饿了吧？帮我个忙，拦住他行吗？真是个可怕的家伙。没想到萧炎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头堪比斗王强者的五阶魔兽。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这东西有种熟悉的感觉。你们缠住海波东，我来对付这头魔兽。既然不用担心那边的事情，那么接下来就让老夫来领教领教，是你的融合斗技强横，还是老夫的寒冰斗技更胜一筹？风遁！修行风属性功法的长老，想办法擒住萧炎。血焰盾！
云灵，看你往哪里跑！云灵，他竟然对一个小辈下如此狠手！你的对手可是我们！不想重伤你们，但现在似乎没时间陪你们胡闹了。玄冰龙翔！海波东，别太过分！小子，无论死活，你今天非要留在这里了。云灵大长老，小心！云灵大长老，试试这个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眼分！是浪好小子，倒是老夫小瞧你了。大斗师的实力能够伤到云灵，想必斗技等级不会低于地阶吧？野火，斗王级别的宠物，现在又是地阶斗技。云岚宗弟子听令，结云烟赴日阵。是。连护宗大阵都用上了，云灵这次怕是被萧炎气疯了。这下麻烦了，云岚宗的护宗大阵云烟赴日阵已经施展，我们相当于和所有施阵的弟子在作战。众长老，助我一臂之力！
快躲开！小家伙，受苦了。这一次，我倒要看看这大蛇还能怎么护你！云林，以你云岚宗大长老的身份，竟然对一个小辈动用护宗大阵！海波东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也别怪老夫不念旧情。唉，为了一个墨城而已，与一名斗皇强者以及一名潜力恐怖的未来强者闹成这般，值得吗？不是为了墨城，他一个外门执事还没这么大能耐，倒是萧炎的厉害，让得云灵颜面大失。云灵是动了死心呐！下地狱去吧！可恶！万化冰镜。不可能！想不到名震加玛帝国的云岚宗竟是这副德行，整个宗门上千人，竟然联手起来对付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，真是丢尽了当年云破天在大陆上为云岚宗打出来的脸呐！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让我们云岚宗如此难堪。今日若是放任你们安然离去，恐怕日后我云岚宗在加玛帝国将再无声望可言。你没这个本事，我的确没这个本事。不过，是那个老家伙，他果然还没死。老师，他怎么苏醒了？这股气势，是。糟了，那老家伙竟真的没死。韩老，是上一届的云岚宗宗主云山，看这气势，是真的突破了斗皇掌壁，进入了斗宗级别。斗宗强者，看来这下真的是遇到麻烦了。我是个有始有终的人，今日就算云山真的要阻拦，我也会尽力将你带下云岚山。海老，多谢了。今日之主，萧炎谨记于心。
云灵，给我个解释吧。弟子知道，老宗主曾说过，若非极为重大之事，不能打扰您的静修。可是老宗主，您再不出来，云岚宗就要让人给毁了。云韵呢？宗主外出，还没归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云岚宗还是第一次被人破坏成这样。简略说说事情吧。老宗主，今日之事全部都是由萧炎所引起。前些时间，我宗外门执事莫成被杀，此子嫌疑最大。我们也并无恶意，只想与其商讨，暂时请他留下，查清真相。若是冤枉了他，云灵定会向他赔礼道歉。可他却仗着背后的势力撑腰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竟然直接大打出手。如今宗主不在，我也只能冒着打扰老宗主的风险，将您请出来了。连加刑天砝码你们两个老家伙都过来了。哼。还有海波东，我以为当年你已经被美杜莎女王给击杀了。我也以为你这老家伙已经死了。你便是萧炎吧？小子萧炎，见过云山宗主。气度倒是不错，不过实力便是弱了一些。先前云灵所说，你并没有什么反驳的吧？既然云山宗主相信的话，又何必再多此一问？云灵的话我信一半，他的性子我了解。不过，不管此事究竟谁对谁错，可将我云岚宗弄成这般模样，这声誉必须要挽回。没想到这云岚宗也出了一个斗宗强者，可惜，比起当年的云破天，似乎还是差了不少啊。你是大陆上的强者，不知是哪方势力。虽说我闭关已久，可对于大陆上的势力，倒也略知一二。这可不能透露。不过在此提醒你一声，莫要以为成为斗宗强者便能为所欲为。这个小家伙，奉劝你最好不要妄动。在这大陆上，有能力毁灭你云岚宗的，并不少。这是威胁？你可以这么认为，不要怀疑我这话的真实性。你们一起吧。云岚宗这么多代积累的声誉，不能断送在我手上。不过，若是你们能从我手中离开，今日之事也就一笔勾销了。别问关于我的事，日后时机到了，就会知道。带着那只大蛇快走！韩老，斗宗啊，海波东和灵影联手，能否打得过云山？很难。下去。小家伙，你们输了。
在云岚宗待上几年时间吧。你需要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一点代价。别反抗了。在云岚宗待上几年时间吧。你需要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一点代价。既然你出来了，有何打算？带他走。带他走吧。云灵的话我信一半，他的性子我了解。不过，不管此事究竟谁对谁错，可将我云岚宗弄成这般模样，这声誉必须要挽回。你们一起吧。好强！下去。别反抗了，在云岚宗待上几年时间吧。你需要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一点代价。老家伙，刚才打得爽了吧？怎么？不打了吗？你便是那条古怪的大蛇，难怪我总是觉得有些异样。你也突破了斗皇的臂章，进入了斗宗级别，我还真是挺诧异，以你的性子，竟然会帮一个人类。他的生死我倒是不在意，你若是不动吞天蟒，我也就不会出来。既然你出来了，有何打算？带他走。老宗主，让萧衍就这么走了，必定有损云岚宗的声誉啊！我操！住手！
带他走吧。老宗主，闭嘴！今日你们大闹云岚宗之事，老夫可以不追根究底。不过我希望这是唯一一次。如果日后再是如此，就算有美杜莎女王护着你，老夫也绝不善罢甘休。云山宗主放心，这地方来一次就够了。走吧。抱歉，让诸位看了一出由小辈所引起的闹剧。今日之事就这么结束吧。云山宗主说笑了，那我等也不多打扰了，告辞。老宗主，我们就这么放萧炎走了？那你还想怎么办？那美杜莎女王，即使是我都没有把握打败的，再加上对方还有2名斗皇强者。要将萧炎留下，那要付出多大代价？墨城之死绝对与他脱不了干系。既然他不可留在云岚宗，或许可以去乌坦城的萧家将他父亲请来。他是乌坦城萧家之子。难道这么巧吗？美杜莎的出现使萧炎顺利离开云岚宗。在拜别海波东和灵隐后，萧炎与美杜莎女王达成了1年的约定。在返回乌坦城的途中，美杜莎逼迫萧炎寻找融灵丹药材，以及尝试各种新鲜之物时，萧家却迎来了云灵的残忍报复。老夫捏死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，但我不会马上这样做，让你先陪我玩玩。谁叫萧炎对云岚宗做出那么无礼的事情呢？呀，我就知道他会赢。呀！族长，族长，不要过来！他们的目标是我。来玩个游戏，一炷香的功夫，只要你还能站起来，我就放过你的族人。大长老，看好小辈。好。不要过去！族长。
错的意志力，不可惜了。我笑着，今天可以死在这里，萧家的意志将永远传承下去。我改变主意了，眼睁睁看着你的族人被杀光，应该会更有趣一些吧。就知道你们会这样，望你们自诩名门正派，今天是如此卑鄙之徒。我要杀了你！追！族长！乌坦城萧炎和云岚宗纳兰嫣然的3年之约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哼，应该说是萧炎大闹云岚宗吧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谁不知道啊？看萧炎现在的实力，配上那个纳兰嫣然，绰绰有余啊。哎，那后来呢？据说萧炎赢了后，云岚宗挂不住面子，还想将其留下。这萧炎年纪虽小，背后的强者可不少。不仅出现2个斗皇强者帮他，就连蛇人族的美杜莎女王也现身了。哟，美杜莎女王？据可靠消息啊，那萧炎还是这次炼药师大会的冠军啊！炼药师大会的冠军不是叫炎萧吗？炎萧，萧炎，倒过来读不就是了？哦，来，喝！这家伙可不得了，小小年纪竟干出如此惊天动地之事，日后还得了啊？你现在也是个名人了呀。走吧，去炼药师分会，看看有没有我们所需的药材。萧家这次可是露脸了，有了这么个恐怖的一塌糊涂的族人，日后还有谁敢对萧家不敬啊？那可不一定啊，听说萧家这2天可遇上了大麻烦。哦，萧家出什么事了？
小的也不是很清楚啊，只是听说前2天萧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，随后萧家便谢绝任何外客进入了。萧家现在如何？这之后的事情小的就不知道了。多谢了。这人怎么这么凶啊？是啊。哎，他背后的武器倒是有些奇怪。武器？尺子？他就是萧炎。不能再停留了，我得立刻回乌坦城。先去炼药师分会，那里可能会有我需要的药材。我现在就要回乌坦城，家里可能出了些事情。本王要寻找药材。想要融灵丹，就别给我摆什么女王架子。先前敬你是看在你帮我脱困的份上，如果再这般胡搅蛮缠、不讲理，休怪我不给你留什么情面了。走。3年之约原本只是嫣然与萧炎的义气之争，没想到却让云岚宗颜面大损，还惊动了老师。弟子实在有愧。为师的闭关已经顺利结束，无碍。此件事情弟子本该在场，但就是在回程途中，意外与一股似乎突破斗皇臂障的威压擦肩而过。这股威压有股强烈的死亡气息。他正是从老师闭关的方向出现，所以弟子十分担心，便改变行程去调查究竟。可否查到线索？就在弟子追赶之时，察觉到了老师苏醒的气息。为师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弟子告退。途中正巧遇到，我就随意戏弄了小妮子一番，还真是有趣。看样子您的任务一帆风顺呢。手到擒来的小事，你云岚宗的大长老的手段我倒是挺喜欢的，不过脑子却……怪不得云岚宗会被一个小子搞得这么狼狈。大长老，我劝你们今天就将这协议签了吧。奥巴巴，你真当我们萧家是你捏的不成？用这么低的价格就想收购我们的方式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萧家这2年利润也吃得够多了，现在也该吐出来了。随便来一个。等我一下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不能。代价是一株炼制融灵丹所需要的药材。你有8灵魔真果，本是留着我自己用。什么事？今天听我的。萧家这2年从未抢过你们方氏的生意，还经常帮你们维护。现在倒好，趁我们萧家落魄进来趁火打劫，良心真是被狗吃了。废话少说，没了萧战，我看你拿什么资格跟我们拼？你们如此相逼，就不怕少族长回来吗？只要他回来，
们就等着接受最疯狂的报复吧。我倒是希望那小子回来。我的学生就是当初给加列家族炼制疗伤药的柳席。当年萧炎害死我学生，其实就让你们萧家人来陪葬吧。杀了他们，一个都不留！这，抱歉，回来迟了。萧炎，真的是你？你不是说萧炎已经被云岚宗暗中击杀了吗？萧炎真的是萧炎！给我解释一下吧。几年不见，萧炎侄儿气度是越来越不凡呀，当真是虎父无犬子。我们是听说萧家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所以特地来看看有没有能帮忙之处啊。是吗？萧炎侄儿，今日之事的确是误会。来日我定然会亲自登门谢罪。对了，我族内有事，便告辞了啊。你们给我站住！萧家如今元气大伤，一个毛头小子就把你们吓成这般模样，日后还有何脸面在乌坦城立足？小心，那炼药师有着六星大道师的实力。萧炎，今天就要你为柳席偿命！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梅杜莎女王？快走！哎呀，快走！少族长，以前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过分了。大长老，还是叫我萧炎吧。这少族长我可是当不起。我小时候也挺不讨人喜欢的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其他族人呢？我事先已经把大量族人转移到后山安全的地方了。那父亲呢？是在保护那些族人吗？不用担心，没事了。尸骨无存，一个没留。那株巴黎魔真果是我的了。大长老，我们去后山吧，告诉父亲和族人，萧家安全了。怎么了？族长并不在后山。什么意思？事情得从那天晚上开始说起。我们这些人根本接不下他们一招，若不是族长拼死引开那3名神秘强者，萧家可能真的就不在了。查出那3个黑衣人的身份了吗？这枚玉片是萧家祖宗所留，每一任萧家族长都会在上面留下一点灵魂力量。只要人活着，灵魂光点就还在。从光点的强度来看，族长应该暂时还活着，但生命危在旦夕呀。凭他能找到父亲的位置吗？我倒是感应到这里残留的能量痕迹，
应该是云岚宗那个首席长老。云灵。为了报复萧炎，隐藏真实面目的云灵前往萧家进行残忍的杀戮与破坏。萧战为了保全族人，拼死将云灵等人引开，生死不明。萧家之变让乌坦城其他势力虎视眈眈，危急之下，萧炎及时出现，化解危险。而罪魁祸首云灵，萧炎将与他不死不灭。此事我得汇报给老宗主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啊，宗主。这几日，你与云雷、云胜为何离宗？宗主，我们只是有点私事外出而已。少族长，那3名神秘人来自云岚宗。岳宁抓走父亲，将我萧家破坏残杀成这样，必须得让云灵那老匹夫偿命，救回父亲。没错，族长是为救我们大家才被云岚宗抓走的，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给救回来。对，报仇！就是把他救回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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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报仇！向人宗讨回公道！唉，想必这个云灵在云岚宗的地位不低吧？云岚宗首席大长老。果然呐，先前少族长大战云岚宗，因3年之约的缘故，云岚宗对你也并不是极其记恨。但如果这次将这位大长老给杀了，那我们萧家与云岚宗则彻底无解了呀！大长老的意思是要我不管父亲的生死吗？我是亲眼看着萧家从帝都搬到这乌坦城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虽然之前我对族长的态度有诸多不妥之处，但他为我们萧家倾注的心血，我最清楚不过。族长他拼死引开云灵，正是为了保全我们萧家，让萧家的血脉可以继续传承下去。我说这些，并非是阻止您去解救族长，只是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回父亲，即使代价是与云岚宗为敌。那萧家，大长老说的没错，萧家是父亲以及爷爷的心血，我不会让他凋零。现在的萧家能不能听我安排？能。为少族长之命是从。好。我打算将萧家迁离乌坦城。这里，我们可是这样的人呀。父亲失踪之事，与云岚宗难逃干系。云岚宗势大，我萧家便是要任他欺凌不成？这事传出去，岂不是要被人指着鼻子嘲笑我们没骨气？对，是对。救援族长对抗云岚宗，还是跟乌龟一般，缩在乌坦城任人戳着脊梁骨唾弃？你们要选择什么？告诉我！救族长，我们萧家可没有乌龟。对，云岚宗又如何？我萧家并未招惹过他们，他们却差点让我们惨遭灭族之灾。救族长！救族长！报仇！
日后我们与云岚宗的关系恐怕将会极糟，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也请大家相信我，有我萧炎在，萧家就绝不会衰败。我打算将族人秘密分派出乌坦城，让大家各自前往帝国东部。大长老，你负责整理萧家的一切事务，所有财物能带走的全部带走。是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开始动身。族中家眷及没有战斗力的小辈先行，沿途护送至集合地。奥巴家族趁我萧家有难前来打劫，我们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，将我们被抢走的方式统统夺回。是萧家的，那是萧家的萧炎，他回来了。这次奥巴家族可要倒大霉了。近2日，我会带人从奥巴家的残余势力中不断夺回本属于萧家的方式，借此掩盖城内视线，将大型物资运送离开。帝国东部临近塔格尔沙漠，云岚宗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。萧鼎和萧厉2位兄长在石墨城的势力也急速扩大，这样便尽可能免除云岚宗对萧家的威胁。但实际做方式会让米特尔拍卖场打理，其中的利润与他们分成。以我和米特尔家族的关系，倒不用担心他们会泄露我们的行踪。少族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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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奥巴家夺回的功法、斗技、财物等已彻底整顿完毕。诸位，你们也开始分散离开乌坦城，去集合地汇合，结伴去石墨城。到了那里，我们萧家会有新的开始。少族长，那您呢？那老家伙的账该算算了。少族长，我们在石墨城等您。我们在石墨城等您。父亲的灵魂气息又弱了几分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此次再上云岚宗，目的很直接，救父亲出云陵。双方再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。我说过，生死关头我会救你，其他时候，给我安静点。他又不是你的亲人，这么关心他做什么？放心吧，你死不了。多谢了，生死关头助我一把就够了。你就逞能吧，有云山在，想要动云灵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或许吧。这算是自投罗网，还是有着匹敌云山的自信？那小子，看他的路线好像是云岚宗。萧炎这家伙，他又想干什么？我得去看看，这次或许有些麻烦了。让影卫集合，召集影卫。海老，为了一个萧炎便暴露影卫，会不会有些不妥呀？宗主，萧炎害我云岚宗声誉大损，若是这般轻易放过他，那日后岂不是谁都能在我云岚宗脸上踩几脚？3年之约已经结束了，你这般私自带人前去萧家，无疑是让人说我云岚宗气量小。日后谁还会信服于我们？可是他与墨城之死难逃关系，就算将他……别以为我不清楚，这次行动更多是你私人怨恨。他一个墨城，和你的关系可没好到那个地步。按照宗门规矩，现在韵儿才是宗主，你不用看我。宗主，大长老也是为宗门着想，
况且此次去乌坦城也并未给萧家造成多大伤亡，仅仅破坏了一些房屋建筑而已。萧家也认不出我们的身份，此事就装聋作哑过去了吧。萧炎可不是蠢货，他迟早会怀疑到云岚宗头上来。前几日的闹剧，你们还没玩够。云灵，给我滚出来！去看看，快走！怎么回事？萧炎，他怎么又来了？萧炎，你当真是找死不成？老家伙，把我父亲交出来，不然就算今天云山护着你，一定要取你性命！好大的口气！老夫正好在找你，今日你就永远留在云岚宗吧！云灵，住嘴！宗主，宗主，云芝，耀言，恐怕还是叫你云岚宗宗主云韵比较好吧。没想到嫣然口中说的萧炎，竟然会是你。韵儿，你与萧炎相识？有过几面之缘，不过他也是掩去了真实姓名。云韵大人贵为云岚宗的宗主，我一介无名小子，又怎可能与他相识？我认识的那人叫云芝，并非云韵。萧炎，你还真当我云岚宗好欺负不成？虽说你有美杜莎女王撑腰，可老夫依然要奉劝你，凡事留一线。想要找软柿子捏，你可是找错地方了。云山宗主，我为何来云岚宗？恐怕你得问云灵大长老吧。云灵对萧家造成的一切损害，我云岚宗赔偿便是。好了，如果你是为了这事而来，现在可以走了。云山，我敬你是前辈，方才这般客气说话。云灵他差点害得我萧家被灭了满门，其实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赔偿便能抵消。这事的确是云灵做的过分了，你想要如何补偿？补偿？你个混蛋就知道补偿！云灵将我父亲打成重伤后，将其从萧家追杀出去，至今生死未卜。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，就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让你们云岚宗元气大伤！你父亲，云灵可并未说过他伤过你父亲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萧家上下亲眼所见的事实是捏造不成？这笔账我不找你云岚宗算，该找谁算？你说啊！给我把事情说清楚，否则我有权让你交出大长老的职位。宗主，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，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，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。突然消失了？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，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斗王面前消失？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。今日交不出我父亲，那便毁了这里吧。萧炎，给我点时间调查清楚。如果真如云灵所说，我可以派人帮你找寻你父亲。纵然云灵有错在先，云岚宗自会处置。
哪轮到你一介小辈在这里如此放肆？这就是云岚宗真正的嘴脸。今日云灵的老命，我笑了。云岚宗是你们逼我的。两种异火相融，这个家伙，这家伙真的疯了，他想把云岚宗彻底毁灭吗？云岚宗那帮白痴，怎么把他惹到这份上了？呀，萧炎，你先冷静下来，快说，他父亲在哪里？你小子不要欺人太甚，这里可是云岚宗，就算我干掉了你父亲，又能如何？麒麟，小子，那晚为了追杀你的父亲，没能灭了萧家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找上门来，是果然。那今天就让你永远留在这里，回头我还会让你们萧家在这斗气大陆上彻底消失。拿下萧炎！小子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这小子倒是猖狂。萧炎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威信，当仁不让，成为萧家新的领导者。惩戒了趁萧家遭难前来打劫的奥巴家族后，萧炎让族人们离开乌坦城，前往石墨城避祸。而萧炎为救回父亲，独自再上云岚宗诛杀恶徒云灵。没想到，却发现云岚宗宗主云韵竟是云芝。可这也无法阻止萧炎和云岚宗即将到来的大战。这小子倒是猖狂。云岚宗举全宗之力抓捕一个大斗师，你竟然还要动手，是不是太过丢脸了？美杜莎女王，莫要以为老夫怕了你，我只是不想与你起冲突而已。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我云岚宗也不是任人随意踩在头上的。如果你有这兴趣，我倒是很乐意陪你试试手。自从掌控这具身体以来，我倒是还没动过全力呢。韵儿，阻止萧炎融合异火。可是，韵儿，你在干什么？
萧炎手中的东西太过可怕，若是让他释放出来，这山峰都得被他全部轰掉。让那小子在云岚宗如此撒野，你如何对得住这宗主之位？是，老师。即使没有我动手，萧炎也绝不可能顺利将异火融合。我只负责拖住你而已，至于他能不能成功，不关我的事。萧炎，你知道我并不想伤你，有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，能不能不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僵？云宁刚刚已经亲口承认了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，而云山也是无动于衷，我能怎么办？可云岚宗弟子是无辜的，你何苦牵扯于他们？云宁闯入我萧家时，又何曾想过，因为他的缘故，我萧家几百口差点全部被杀？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？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，还是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吧。不过你手中那东西实在太恐怖了，我不能再让你继续凝聚下去了。我不是云林，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。抱歉。这家伙果然还是弄出来了。这一次云岚宗要损失惨重了啊！云儿，还不快动手！这家伙竟然还留有这手！看在当初魔兽山脉相识一场，萧炎，住手吧！小心！萧炎，不要！是他逼我的。死吧！老宗主，救我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啊！
是萧炎施展出来的。每次见面，这个年轻人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。萧炎如今所展现出的隐藏潜力，已经不比云岚宗这个庞然大物差多少了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为了萧炎得罪云岚宗，也并非是完全不划算的。还是海波东眼光毒辣呀！今天真的闹大了。萧炎就算没被佛怒火莲的余波震死，云山也绝不可能放他离开。更何况还有一个云韵。小家伙，这次可真是莽撞啊！看来萧炎这个小家伙对云岚宗的弟子们留手了。好啊，萧炎，这么多年来，你还是第一个将我云岚宗破坏成这般模样的人，我真是低估了你啊！去请古河长老出手救治一下，看能否保住他的性命。是。萧炎毁我宗门，杀我长老，宗门耻辱，必须以血洗刷。既然你敢强行击杀云灵，那么自然也就该有留下的打算。今天，就算美杜莎护着你，老夫也要将你永远留在云岚宗。感知不错，不过仅此而已。留下吧。我说过，今天就算美杜莎护着你也没用。具有本体功力的分身吗？美杜莎，你的对手在这里。祸那小子，那就休怪我不念旧情了。大风手印，没想到云山的这两个诡异的分身，竟也拥有这般恐怖力量。小家伙，我尽力了，接下来只能看你自己的了。
呵呵呵，小家伙，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能将云岚宗逼成这番模样，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。接下来便交给为师吧。几个阶别，从他体内所散发出的气势，竟然比我还强。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藏着这一手。不过既然你能够应付，那我自然也是懒得动手。毕竟以我现在的灵魂力量，也支持不了多久了。云山宗主不过如此。今日我要离去，你云岚宗还没那实力将我拦下。倒还真的是小看了你，没料到你体内居然还隐藏着这般恐怖的力量，难怪一直都有恃无恐。不过，我想这股力量应该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吧？不管这股力量属于谁，可至少他能听我指挥。哼，凭借外物强行提升实力，墨图而已。我就不信你能长久保持这股力量。你大可试试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，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。弟子，今日我倒要看看，就算我实力不足全摄时期12.3，又能奈我何？
强大的云岚宗萧炎孤注一掷，融合佛怒火莲与其对抗。在萧炎犹豫不愿伤害无辜的云岚宗弟子之时，却反遭云灵的偷袭。愤怒的萧炎最终引爆佛怒火莲，爆炸威力席卷整个云岚宗。这让云山恼羞成怒，不仅对萧炎下达追杀令，更是亲自动手要将其击杀。关键时刻，沉睡中的药老苏醒。这么多年，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，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。你欺我弟子，今日我倒要看看，就算我实力不足全盛时期10之23，你又能奈我何？老师，您认识萧炎？见过几次，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外的名字，所以先前见面，方才感到极为惊讶。他的确是很喜欢用假身份骗人。嫣然，你不会是喜欢上萧炎了吧？老师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了。他的报复果然好狠，老师，我后悔了。我也有错，当初就不该受你软磨硬泡，答应你去退婚，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情。老师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果然是自作孽。老师，等这里的事完毕后，让我进入生死门吧。你要进入生死门，那可是至少要达到斗灵级别才能进入的。虽然你是这儿唯一一个能够与生死门产生共鸣的人，可此时进入太过危险。那里是云岚宗历代宗主的安眠之所，嫣然身为云岚宗之人，想必会受到他们护佑的。老师，答应我吧，我现在的状态并不适合继续安静修炼了。生死门本是云岚宗宗主接班人成为宗主前的最后一道考验。不过你既然执意要进去，那事后我便与你师祖商量一下吧。早点接触生死门，对你的好处也确实不小。风之极，雷杀，焰分，释放时。这就是斗宗的实力吗？果然非同一般。将来的加玛帝国恐怕是要重新洗牌了。此时的萧炎，恐怕也有斗宗的实力了吧？要知道，
当年云山还是斗皇时，便是凭借这招，击杀了出云帝国2名同等级的强者呀。不知你们是否发现，萧炎实力大涨后，所使用的异火仅仅是那种森白色的，并非是之前常用的青色火焰。而且萧炎操控的白色火焰的手法，也比先前不知高明了多少。这家伙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云山今日要留下萧炎是有些难度的，而且在那边还有个不逊于萧炎的美杜莎女王虎视眈眈。若他真与萧炎联手，就算是现在的云山，也唯有暂避锋芒。希望别搞出什么伤亡吧，不然的话，那对加玛帝国可是大损失啊！云岚宗宗主也不过如此。此时的你的确很强，但我就不信你能一直将这股力量维持下去。透支的力量总会付出代价的。上了。老师，小心！这一击竟撕裂了虚空，斗宗强者果然是已经触及到了那个层次。放心吧，虽然我如今实力大减，但光凭云山就想要对我造成威胁，还是有些异想天开。关系已经难以调和，所以我不会放任一个日后能够成为斗宗的强者顺利逃脱，然后背负着对云岚宗的仇恨逐渐成长，最后再来颠覆我云岚宗。
级别的云灵，凭借着云烟附日阵，将海波东都逼得不得不凝重对待。而如今，这主阵之人可是拥有斗宗实力的云山呀！老师，先撤吧。云山很强，而且云岚宗的法阵也很是麻烦。现在的我们并不能正面击败他，毕竟您才刚刚恢复，出来的时间也不能支撑太久。今日的确不便与他硬拼。虽然那美杜莎女王看似在助你，可若是要她与你联手，她定然不肯。一个斗宗强者的临死反扑，非同小可。先撤吧，日后为师一定帮你讨回公道。此次离开，或许就得好长时间才会回到加玛帝国了。云岚宗，下次再回到加玛帝国，父亲的失踪，家族被迫迁移的耻辱，便由弟子自己解决吧。有这般豪气，那自然是好。真认为我云岚宗屹立加玛帝国这么多年，是靠的虚名不成？想走，哪有这般容易？先前便说过，我若是要离开，你云岚宗无人能阻拦于我。上火！果然有几分诡异。虽然你有异火之助，但是今日想要离开，也绝非易事。这云烟赴日阵确实是有些麻烦。萧炎，你听我说。萧炎，找到你了。既然你想留，那便再试试这火莲的味道。为杜绝后患，云山不会放任对云岚宗有着巨大威胁的萧炎离开。苏醒后的药老附身萧炎，与云山的斗宗之战毁天灭地。
云山判断出萧炎猛增的这股神秘力量无法持续太久，而全力阻拦。面对集合全宗力量也要留下自己的云山，萧炎与药老合作，一朵佛怒火莲再次绽放。既然你想留，那便再试试这火莲的味道。师祖，是老宗主，是老宗主！不愧是斗宗强者间的战斗啊！火莲那般近距离的爆炸，若是换成我们，恐怕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我还以为萧炎不能再使用那青色火焰了，原来是留着当后手。哼，年轻人要懂得抓住机会啊！萧炎身上的能量好像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弱了。老混蛋！你既然要杀我，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！萧炎，不要！你也想对我动手？我是云岚宗宗主，云岚宗的声誉我必须维护。而且云山是我的老师，我不可能看着你伤害他的。你认为今日若是我落在他的手中，能有活命的机会？对不起，我作为宗主，不论如何都必须时刻维护宗门的声誉。我不可能看着云岚宗的名声被你终结。或许在你心中，我与云岚宗比起来，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吧。小心！小心！结束了，萧炎！云山啊！以你的身份竟然出手偷袭，你也好意思？快杀了萧炎！趁他现在实力锐减，快杀了他！云儿，若是放他离去，日后云岚宗恐怕真的会毁在他手中。所以，即使背负骂名，也必须在今日将萧炎击杀。不管你是云芝还是云韵，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东西还给你。韵儿，还不动手？你在等什么？云山，今日这一场，我萧炎铭记在心，日后定要10倍讨还。
云岚宗众位执事、长老听令，立刻带队追击萧炎。他体内有我留下的特殊印记，不可能逃脱。抓住他，死活不论。是。我以云岚宗第8代宗主之命宣布，从此之后，将之列入云岚宗追杀名单。此命至死不休。老师，你还在吗？小家伙，这次情况不妙啊！连续2次使用佛怒火莲，负担实在是太大了。若非是你给我服用的奇幻清灵弦药力甚佳，恐怕我又得沉睡了。这次的确是弟子莽撞了。我知道，你这孩子对家人很是在意，不然以你的性子，定然不会这般莽撞地闯上云岚宗。不过这次你也无需太过担心我。人这一生总会为了心中的一些东西，拼了命地去追寻或者守护点什么。这个心中的东西就是情，有了感情，才能称作真正的人。谢谢老师。我们之间还用讲什么感谢吗？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离开云岚宗的势力范围。先前云山那一击，在你体内留下了一块能量印记。现在的我灵魂能量消耗过多，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帮你，只能尽量抑制印记散发出的波动，避免云山感应到你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还是希往魔兽山脉躲避吧。若不将这身伤先养好，恐怕连逃都成了问题。虽然你这次受伤挺重，不过既然为师已经苏醒，自然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。小家伙，轮到你掌控身体了。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，之前真的是帮了我大忙。不过，也是让你吃了不少的苦头。还是你这个小家伙可爱啊，可不像那个凶女人。先前的大战竟然一直袖手旁观。有人过来了。现在的你不易与人动手，你的气息游浮不定，实力似乎有着提升之状。看来这段时间的大战对你好处不小。赶紧找个地方疗伤静养，不要浪费这提升实力的时机。我能感应到东南北3面皆有云岚宗的搜寻队伍，所以我们只能从西面离开。小心上方闪掠的身影，那些家伙大多是云岚宗的长老，遇上他们可就麻烦了。云岚宗，云山，我们的梁子看来是彻底结下了。希望日后你们不要后悔。这里没有，到前面看看。此次叫诸位过来的原因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云山赶在我们之前成功晋级了斗宗，他所展现出的实力，海波东跟法老也是有目共睹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加玛帝国与云岚宗的天平已经失衡，以现在加玛皇室的实力，已经无法压制云山了。师兄，我们追击的这么靠前，是不是有些心急了？萧炎那家伙连老宗主都可以重伤，我们这些小辈……你慌什么？那小子同样被我们老宗主所伤，他老人家交代过，萧炎的力量并不属于自己，
现在正是取他性命的绝佳之机。老宗主还说，所有参与击杀萧炎的弟子，都将会被破格晋升为执事，并且还能自由选择一本玄阶高级功法以及斗技。是魔兽，准备结阵。这里倒是个绝妙之处，在雾气的遮掩下，就算有人在上面飞过，也很难瞧出端倪。小心，里面有东西。放心吧，吞天蟒可是上古异兽，一般的魔兽嗅到它的气味便会心生恐惧，更何况现在的吞天蟒也有着斗王级别的实力。怪不得，按理说，现在的我已经进入魔兽山脉的深处了，可却并没有遇见任何魔兽的阻拦。原来是托了这小家伙的福啊！不过那些来追寻你的云岚宗队伍，则是没有这般好运喽。看来这小吞天蟒已经把这片领地的首领给驯服了，不愧是上古异兽啊！还好有你这小家伙在，不然以我现在的状态，说不定就栽在这儿了。受伤不轻，这才使用了几下紫云翼而已，体内便翻腾成这样。可能要先睡一下了。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。
你先压制一下紊乱的体内，我来炼制一点给你治疗内伤的丹药，必须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，不然实在太危险了。哟，还好你小子存了不少药材啊。老师所言不假，我现在受伤不轻，体内的局势紊乱，但现在体内气血上浮不定，的确是实力提升的前奏。一会儿把它服下，这样体内的伤势应该便能彻底痊愈了。你这段时间所服用的3文清灵丹药效太强，你根本没有完全吸收，反而是更多的药力沉淀在了体内。这般淤积下去对身体并不好。这丹药被我掺杂了古灵冷火，老师，或许还是会有些你回来了。不过真好，体内淤积的药力蒸发出来。这一次你便借机吸收吧。至于实力能提升多少，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我这段时间不在，你体内出了不少毛病，那落毒也是个狠东西。等你先将伤养好后，我再想办法帮你解决吧。云雷长老，据前方师兄们回报，萧炎已经进入了魔兽山脉深处，那里高阶魔兽众多，我们的人损失惨重。一群魔兽何足畏惧？飞行部队随时听从我等的指令。伤我老宗主，毁我宗门，杀我大长老。萧炎，这仇云岚宗是非报不可。面对步步紧逼的云山，萧炎决定发动最后的反击，而云韵的突然出现，却让萧炎遭受云山的致命偷袭。无奈之下，萧炎逃往魔兽山脉，并受到云岚宗的全面搜捕。幸好吞天蟒凭借其上古异兽的血脉，为萧炎在魔兽山脉寻得一处休养之地，而萧炎也正因之前的大战，迎来了晋级的契机。这小家伙体内居然淤积了这么多药力。看样子伤势修复的差不多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便顺势突破吧。时机正佳。能否突破，便看此招了。居然一下子突破到了3星大斗师，而且能量还在节节攀升。果然是个充满意外性的家伙。老师，
如今我的能力，只能完整的控制着忽然暴涨的2星实力。若是再多的话，只能算是表面虚浮，可从长远来看，对我却并不算好。在力量面前还能把持本心，不贪不骄，知足而退，不错不错。你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这次并没能将父亲救回。宗主，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，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，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。突然消失了？以云灵在云岚宗的身份，根本没必要说谎。可若他所说的是真话，凭我父亲大斗师的实力，怎么可能从斗王强者眼中凭空消失？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，怎么可能在你们3个斗王面前消失？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。但我感觉，父亲的事情一定是与云山有着一些关联。老师，从玉片的灵魂力量来看，父亲貌似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但以现在我与云山之间的关系，他不可能让我父亲这般轻松的。你父亲的失踪，云山定然逃不了干系。但你父亲失踪的当天，必然是有着外人出手将其带走。整件事情一定是有着连云山都无法干预的势力介入其中。能在云灵面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我父亲，可我萧家似乎并没有接触或者招惹过这种强者。这一点我也不清楚，或许你可以问问你的青梅竹马的小女友。老师的意思是，薰儿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不过那小妮子背后的势力大有来头。既然这样的一个人能来到萧家，想必与萧家可能也有些瓜葛。等你下次遇见他，问问他是否可以帮你找到一些线索吧。好在现在父亲暂无生命危险，但还是要尽快找到线索。在出发前，我们先将此物炼化。老师，这是我在炼药师工会交易集市中得到的。这是一种储存器，如果不出我所料，这种玉片储存器应该是焚炎谷的杰作。焚炎谷？那是什么？那是斗气大陆上的一方势力，如论其实力，可比云岚宗强上许多。他们以修炼火属性功法著名大陆，专走狂暴攻杀路线，在大陆上也算别树一帜，比云岚宗强上许多。不要高看了云岚宗，如今他们就算有了一个斗宗强者，那也只能勉强算是在一流势力里面垫底而已。你以前生活的仅仅是这片大陆的一个小角落而已，而等你真正深入其中时，我相信你会喜欢上这个精彩绝伦的世界。不过你也要清楚，不论身在何处，内心的强大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对你很有信心。我记得当初老师说过，只要我努力收集异火，便能够替您炼制出完美容纳灵魂的躯体。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复活吗？看来老师对这件事很是在乎啊。这3年，老师为了帮我变强，
付出了无数心血，而我却为了那所谓的3年之约，差点将老师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更因莫成之事害到老师沉睡，学生感到非常自责。说来惭愧，当初认识你，并决定把我费尽千辛万苦方得来的焚诀交给你，主要目的便是利用你，等你日后修炼成功，再命你使用融合出来的火焰，替我炼制出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。但看着你在逐渐成长中展现出惊人天赋后，不知不觉地再次倾注了自己的感情。本以为自己可能会再错一次，但我在沉睡时看到了你那么拼命、忍辱负重地为了唤醒我所做的一切。这3年，多亏老师了。您的为人，学生最清楚不过，只是学生愚笨，这么晚才明白您对我的期望，让老师担心了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学生向您保证，从今往后再也不会辜负您的一番苦心。唉，你这孩子，一段时间未见，还变得多愁善感、会体贴人了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您那复活之事，学生以后会牢记在心。看来老夫这次真的没有再看走眼，能遇到你这般出色的学生，我的好运还没有燃尽呢。对了，老师，炼制躯体至少需要几种异火相融？应该是3种。3种，青莲地心火，加上老师的古灵冷火，哎，那岂不是再收集1种，便可以替您炼制新躯体了？应该可以。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，在迦南学院中便是有一种异火的踪迹吧？叫什么？陨落心炎。哦，陨落心炎。看来这次去迦南学院又多了一项任务啊。老师，伤势恢复得如何了？韵儿，我问你，你身为云岚宗一宗之主，为何3番2次地对萧炎手下留情？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与萧炎之间的瓜葛，难道你忘了这些年我都是怎么教导你的了吗？没有，师父，您的教导弟子谨记在心。只是他曾对弟子有过救命之恩，所以……荒唐！萧炎杀我大长老，毁我云岚宗，此子乃我宗心腹大患。去将他带回来。老师，此事是否需要再谨慎考虑一下？为了萧炎一个小辈便全宗出动，怕会让我们在加玛帝国中的声誉受到……一群跳梁小丑而已。加玛帝国平静太久，也该大清洗一次了。接下来，我将会带领云岚宗达到以往任何一任宗主都未曾达到的新高度。记住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时刻记住你的责任。既然宗门选择了你，你就必定孤独一生了。老师，我很好奇，等你复活之后，实力是否能达到以前的巅峰状态？刚开始或许会有些生涩，不过只要彻底熟悉了新的躯体，恐怕会比以前更上一层楼。那会达到什么地步？ 10回合内击败云山，
不费吹灰之力。哇，那至少也是斗尊强者。天火三玄变，老师，您知道这是什么？这回你可捡到宝贝了。这天火三玄变是一种十分玄奇的高级秘法。秘法？除开功法和斗技，大陆之上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秘法，能够大幅度提升本体实力。当年在乌坦城，你那小女友便是用了一种高级秘法，使得自己的力量在短时间内瞬间提升。秘法极为罕见，其稀少程度足以跟一些地阶高级功法相媲美。这天火三玄变是焚炎谷的镇谷之宝，对于拥有奇异火焰的人来说，无疑是千金难求之物。想要修炼此种秘法，修炼者必须是火属性，且必须拥有至少一种奇异火焰。那用我的青莲地心火是否可以修炼？当然，异火是最佳的选择。这天火三玄变有薰儿当年施展的秘法强吗？所有的秘法大多都是以压缩或透支本的方式来获取力量，虽然会让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暴涨，可事后身体却是会出现极大的损伤。那薰儿他之前……放心，从他当年使用秘法后依旧气色红润来看，他并未有太大的损耗。这便是可以看出两种秘法的优劣了。这小妮子，虽然天火三玄变对自身的损伤的确较大，可提升力量的幅度却极强。所谓三玄变，就是能够使人的实力接连暴涨3次。当年焚炎谷的谷主只是个5星斗宗，可凭借天火三玄变的3次爆发，击退了一名斗尊强者。哇！这秘法竟能跨越如此巨大的等级进行战斗。现在将你的精神融入这股能量中。天火三玄变是靠着某种特殊的方式，将体内身处与火焰共生的能量迅速引导爆发而出，达到瞬间提升实力、震慑退敌之效。如想要达到3次暴涨，就必须以3种火焰进行修炼。那焚炎谷谷主只拥有1种异火，而另外2种火焰仅仅是兽火，便可以将自身的力量提高到那般程度。拥有焚诀的你，若日后收集了3种异火，同时开启3重变化，那种实力的增幅，就算是创造秘法的先辈，恐怕也是料想不到的吧。没想到这焚炎谷的镇谷秘法竟然会流落到加玛帝国。炎火内域府的老头，当年老夫想要借阅一下都不肯，如今还不是落到了我弟子手中？若是他知道了的话，恐怕又要暴跳如雷喽。参见传信。老师，天火三玄变的修炼方式还真是古怪，不知道是什么怪才，竟然创造出这样的秘法。不过这玉片中却仅仅记载了第1种的变化。或许是焚炎谷的手段吧，这样就算秘法被外人侥幸得到，也难以修炼完全。1重就1重吧，正好我体内就只有1种异火。萧炎，接下来的行动要极为小心，周围有着不少强度不一的气息。虽然云山在你体内残留的那道印记被我压制得极低，可他们依然能够借此粗略摸清你的大体方位。
是锲而不舍。云岚宗是对我抱了必杀之心呢。小心点，尽量不要被他们拖住，否则一旦后续追兵赶来，会很麻烦的。我的灵魂力量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恢复一些。接下来想要从云岚宗的封锁包围中逃脱，便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追兵们似乎察觉到了你的飞速移动，正有大批的云岚宗弟子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还好有沿途的魔兽能阻拦他们一下。不对啊！是云岚宗的长老。云岚宗在魔兽山脉的全面搜捕仍在继续。萧炎暂时隐匿于一处洞穴，一举突破至3星大斗师，并在药老的指导下参悟出可以跨越等级战斗的秘法——天火3玄变。父亲的生死依旧令萧炎牵挂于心。与药老明确了未来的打算后，萧炎准备动身离开加玛帝国。利弊已经很明显了，诸位还有什么见解？家老，我没有异议。无论怎样选择，穆家都会一如既往的效忠皇室。难道你们忘了，之前炼药师大会上，萧炎帮助加玛帝国对抗出云帝国的恩情了吗？这个，萧炎这小家伙的潜力颇深，拉拢过来的确对帝国有利。但现在我们出手阻拦云岚宗，将萧炎放走，那就相当于直接与云岚宗正面为敌，而那时我们的关系将不可调和。毕竟，萧炎还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。云山从来不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，就算我们之后一味忍让，他的野心也终会暴露无遗。海波东，我定然需要更加宏观的，以加玛帝国的利益去考虑此事。虽然这样确实会舍弃一些人情世故。我看你考虑的并不是加玛帝国的利益，而是你们皇室未来是否可以稳固吧？不用管他，让他去吧。那3个云岚宗长老实力不弱，所以对你体内能量残痕的感应会比常人更清晰一些。而且这片区域并没有太过高级的魔兽，有了那3个长老的气势压制，魔兽们也不会再对云岚宗弟子们的搜索造成太大威胁。可恶！若是再任由他们这般搜索过来，迟早会成为笼中之鸟。他们要搜寻的范围暂时还比较广，想离开加玛帝国倒也不难。只要你避开那3个老家伙所在的位置，其他的云岚宗弟子不足为惧。小心前面的埋伏。笨蛋，没有得到长老们的命令吗？一旦遇到萧炎，切记不可与之应战。
只要全力将之跟进便好。萧炎，现在有些麻烦了。3个长老正在快速接近，而在我们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云岚宗的弟子，可他们并没有靠近阻拦的趋势。他们是在等那3个长老过来吗？要赶快隐藏起来，尽量不要暴露。等天黑之后，再借助密林的掩护，趁机冲出他们的包围圈。也好。云莲长老，他应该就在这儿附近，保持包围状态，所有人不要动。是。这些家伙究竟在搞什么鬼？怎么都停下来了？就算是筋疲力尽了，也不至于没有一点行动吧？不管了，现在是时候了。这股气势，是斗王！该死的，这些家伙原来是在等待援兵。宗主，萧炎身上的能量痕迹，不管如何压制，都逃不过与老宗主功法一脉相承您的法眼。宗主，萧炎杀我云岚宗弟子，罪不容恕，还请宗主出手，将萧炎体内那道能量痕迹彻底诱引出来。宗主，飞行部队，追！
这种大规模的飞行部队。萧炎，尽量支持下去，再给我一些时间，你体内被云韵引发出来的那道能量痕迹便可以压制。小子，今夜便是你葬身之时。可恶，这紫元翼的速度还是无法与真正的斗气化翼相比。老师，先解决眼下的情况再说。这家伙速度怎么突然暴涨了这么多？而且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白光也是越来越弱，看来他是在压制着体内印记的波动。不要再保留了，若是再让他从我们手中逃脱，还有何脸面做这长老？是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老师，再持续下去会再次对您的灵魂力量造成损伤的。老师，老师，小家伙跑这么快，不想细聊聊萧家人临死前的惨状吗？你猜对了，那天晚上我跟云胜都在场。他们所有人哭得撕心裂肺，下跪向我们求饶啊！哼，但还是很遗憾。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情，我想告诉你，在我们慢慢折断你父亲四肢的过程中，他曾悄悄地跟我说：“放过我，求求你！”老师，你应该已经到了极限，下面就交给我吧。小家伙，那就在前面碰头吧。
老宗主说过，你需要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。别看了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那晚，你们没能抓到我的父亲。那又能怎样？估计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。因为你的举动，现在我们云岚宗的人已经前往萧家，现在仅剩的萧家族人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你知道，我们不会放过你们家族任何一个人的。而在这之后，我也会亲自找出你的父亲。来吧，混蛋！来吧，混蛋！以皇室为代表的加玛帝国各大势力的纷纷沉默，让一心想助萧炎的海波东失望而归。另一边，萧炎体内的能量印记被云韵点燃，飞行部队的追杀铺天盖地。面对残杀自己族人的云岚宗长老，萧炎决定直面仇人，利用七彩通天蟒支配魔兽的能力作为掩护。萧炎冒着被反噬的巨大风险，开启天火三玄变。萧家族人团聚吧！人类小心！
对身体损失很大。劝你现在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海波东，从现在起，你与你的米特尔家族就是我们云岚宗的敌人。萧炎，永远都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。你潜在的帝王意识正在渐渐苏醒，它是你与生俱来的天赋，所以不要回头，走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路，准备迎接你崭新的人生吧。海老，萧炎弟弟别慌，是我。亚菲姐，这些都是海老的人，可能你还不清楚他老人家年轻时的身份。这是魔兽山脉的地图，你可以借助它离开加玛帝国。从这里往南走，森林的尽头就是加玛帝国的边境。只要出了这里，云岚宗再想要抓你，就困难许多了。萧炎非常清楚，你与海老这般举动会给米特尔家族造成多大的麻烦。姐姐相信你，日后再见时，你将会成为真正的强者。这一点，3年前我便相信。亚菲姐，我萧炎不是知恩不报的畜生。你与海老今日之情，我萧炎至死难忘。好了，快走吧。云岚宗的后援也快赶过来了，后面还有一个云韵呢。萧炎日后再回加玛帝国，此情定然100倍偿还。亚菲姐，告辞。
帮我也向海老说一声，谢了。小家伙，姐姐等着你回来。3年前我便知道，这小小的加玛帝国留不住你。以你的天赋，那辽阔的大陆，方才是你展现实力的舞台。我相信，待你回来之日，即使是云岚宗，也只能在你的脚下匍匐颤抖。没事吧？托你的福，差点葬身在这里。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作为云岚宗的宗主，我必须担负起宗主的责任。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会尽力保你性命。小妍，我们不要再将事情闹大了，好吗？我与云岚宗之间还有半点调和的可能吗？你好歹也是一宗之主，不会连这点事实都看不清吧？不要废话了，你我早已经没有半点关系。动手吧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你知道的，我是不可能对你下杀手的。真的不跟我回去吗？带着我的尸体回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走吧，离开加玛帝国，日后不要回来了，不然老师绝对不会放过你。
云岚宗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想让我为难，但我做不到。还是心太软了。你的身份让你只有一条路可选。那天在云岚宗，我就已经明白了。你还不走？我相信，现在的你才是当年那个山洞中的云。只不过，或许真的按老师所说，我得孤独一生了。不过，既然你已经离开，那么那个为了你方才存在的云芝，便是要彻底消失了。以后的我，还是云岚宗宗主云韵，那些私情似乎本就不该属于我。这一次，就当是任性了一回吧。羽翼闪烁，郁郁的艳阳。小家伙，记住我的话，既然离开了，那就真的不要再回来了。浪花朵朵翻唱，彼此背向远方，一声再见旧时光。谁在为谁守护着那心中的人啊？谁又与谁约定路上？飞往那苍生炙热双翼，看点点繁星成为宝贵的烙印。把手为之逆境，所以我惊鸿身影，这就是我呀的奇迹。
大哥，他们来了。go。老师，你还好吗？没什么大碍。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出发，目标：迦南学院。